守三法门，全体正序，举起正旗，来人，全体起立。大家好，我是七七。众所周知啊，我是一名尼克挑战主播，但是上一次我独自一人做尼克挑战还是 4.2 版本，转眼间 4.6 版本都即将到来了，所以啊，在 4.5 版本末期啊，我决定再一次开启尼克挑战。而这一次啊，我将打破我之前的规则，不仅仅抽 4.6 版本的角色，而是选择在 4.5 的下半抽一只万叶。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不抽纳维莱特？那好吧，废话不多说，4.6 尼克挑战第一天启动啊！又是一次转生，但是这一次怎么有点不一样呢？这个天气怎么感觉和世界末日到来了一样？派蒙给我变个天！到蒙德城之前还有每日委托没做呢。龙卷风摧毁停车场。我操你妈的！到达了蒙德城，先把几个明显的大宝箱拿了。打跑红魔龙之后就该抽卡了。稍等一下，换个 BGM。北斗开荒战神，甚至北斗还能和仆人组队，把玩一下小派蒙，该去做任务了。北斗的开荒体验不必多说，只要能熟练掌握弹反，前期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。和火系角色还能打出热血沸腾的组合技啊！先点燃草地，然后站在上面，即可100%完美弹反。点起火光，闪闪闪闪真厉害！要升一变变变变变，再可以了，小心，给我调好了。溜啊溜啊，打不动打不动。每一期尼克挑战都是凯子哥的马拉松，谁叫他腿这么长呢？好了，为了提升体力上限，先收集下封神图吧。好了，暂时先把封神像升到7级，角色适用也能给原石。如果真的抽纳维莱特的话，只要不上水冕怪，我甚至都根本不用关心到底有哪些元魔，直接开钻就行了。好啦，冒险等级到达10级，新手吃再发10年。哇，又是个北斗，直接1命了。这个护盾说实话也蛮关键的。角色池再抽几发，出子了啊！怎么是重云啊？又遇到了这是30级的片面化。龙卷风摧毁停车场。好了，角色池再来几发，又出子了。烟飞又是一个开荒战神，给烟飞对上一点精通，前期一个巨变反应，伤害真的非常高，再配合北斗互相打超载反应，真的是爽翻了。好了，冒险等级到达15，可以突破角色等级了。这时候才发现有一些角色突破材料在泥月，好吧，接下来该去泥月了。去泥月之前先抽一发常驻，又出子了。我是谁？穿过石门来到迪花州，接着来到望舒客栈，一路向南，不一会儿就来到泥月港了。在快刀城这里拿到一把暗铁剑，这把武器是加精通的，可以留着给万叶用。来到泥月港开了几个宝箱，哎，我材料还没捡呢，哎，这把大剑悬在我的头上。这时候冒险等级也来到16级，你知道我接下来干什么了？ Here's Johnny。你好，你好。好了，在水友的帮助下，很快就开启了寒天之钉，并拿到了雪藏的新银。这下雪山的探索也完成一大半了，一口气把忍冬之术供奉到6级。现在常驻抽几发，哇，祭礼剑直接可以留着给万叶了。又出了个子，哎呦，中间没什么用，直接在角色池来一发10年。紫光一闪没出金，不过出了一个有用的西风大剑，可以一直给北斗用下去了。常驻又可以抽几发。怎么又是你呀，重云！一天出2个1命的4星，也是没谁了。接着回到蒙德主线先过完，剧情就全部跳过吧，毕竟都看过了。好了，蒙德主线告一段落，冒险等级也来到20啊，可以去挑战深渊了。前8层深渊的原石给的非常多，第1层甚至不用切人，全靠烟飞打超载，出一片死一片。
绿果，咦，是长越还深的力量。好了，深渊前3层全部满星，第4层的话，输出压力应该会大一点，所以我决定先去须弥解锁草主。做完蒙德主线之后，须弥沙漠这边会直接开一个锚点的，开启这边区域的一个神像，并将主角变成了草主。有了草反应的加入，燕飞就可以打逆绽放了，炸一下就是2000多的 AOE 伤害，而且触发频率还非常高，这就是草反应前期的统治力。深渊前4层全部满星，一下子就拿了1200多原石，又是一发10连抽。紫光一闪，又出了一只烟飞，1命了。哎呦，我希望给我出只行秋吧，烟飞到后期就用不到了。最后再把体力清一下，刷一次无相雷，以及古炎龙息。这套阵容真的前期太强了，打古炎龙息都毫无压力。那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今天在角色池差不多定了40多抽，开局也还挺顺利的，那就希望接下来的运气能更好一点吧。那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上一次我开启了 4.6 版本宁克挑战，开局北斗加烟飞2大开荒战神，在热心的水友的帮助下通关了雪山，利用草反应轻松满星了深渊前4层，卡池颠了40多发，冒险等级来到21。那好，4.6宁克挑战第2到3天启动。版本最后一个活动撸猫只剩最后1天了，赶紧做完还能嫖一点原石。前面几只我还挺听话的，但是最后一只。你已经激怒了一头雄狮，兄弟。好在我手法熟练，还是把它给摸爽了。400多原石到手，把每日委托做完。向着心，感谢你为。接下来该把蒙德地区收个尾了。说是收个尾，其实蒙德地区收集完神童，开完地灵龛，蒙德地区就没有探索的必要了。好了，长按屏幕为主播加速。很快收满了风神像，抽几发50发生。由于实在是太想快点出金了，听说陈玉谷的资源非常丰厚，虽然我对这里不熟，但是直播间的水友都说这里很好探索的，于是我就先探索这里了。开启了陈玉谷的大型世界任务，北斗加烟飞的超载流伤害还是非常高的，雷球球王都能轻松击败。Here's Johnny， 你不要过来啊！你好烟飞的重击是能挖矿的哦。来到了伊隆富，继续做任务，见识一下我们热血沸腾的组合技吧！风主大招染雷，将元魔聚到一起然后由烟飞不断触发超载，就像放鞭炮一样，跟着这只继续做任务，大战最终 BOSS。这是雪豹。终于完成任务了，不得不说，陈玉谷我是真的不熟，探索起来效率也不高，还是继续回到璃月地区吧。来到绝云间，先拿到心跳墙制作说，再把这一片比较明显的张开了。这时候冒险等级来到25，可以突破一下事业等级。抽几发，还是50发生，拿到一只宁尼特。抽几发常驻。哎呦，怎么又给我出武器啊？再把主力开荒角色升一下等级，等级的提升对巨面反应伤害影响非常大。我现在给烟飞堆的是精通，试一下伤害，一颗种子炸到将近4000，瞬间可以秒杀一个小宝。继续开图，现在烟飞的伤害，一个战绩触发逆绽放就能秒杀一片怪物。Nope。我是谁？我的爱好是蹦蹦。接着开始做任务，不运有吃，3只小宝马3个骑上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我感觉我现在天下无敌，该前往归云阁挑战 F4了啊！居然没有飞过去，难道要淹死了吗？过来！好，谢谢啊。我已经按耐不住了，你们4个就一起上吧。拜托了，可怜吧。抱歉啊，打起精神来呀，白书铁骑。秒杀！再去璃月西边把3个无名的宝藏拿到。期间单抽几发，又出了几个烟飞，都3命了。哎呦，怎么不给我出一只行秋啊？现在抽了也差不多快70发了，在璃月地区再开几个地灵龛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Nope。Nope。我是神力灵华的狗。其实冰法师是可以被淹死的，只要你挂火足够快。你看，这不就淹死了？璃月地区的原石来的还是太慢了一点，于是我决定先去枫丹探索吧。枫丹的原石来的还是非常快的，很快就集齐了一抽。出紫了，
终于出行丘了，70多发才这一只啊！常驻再来一发，也出子了。短短3天出了2只凯亚，我大号的满命凯亚是我在星辉上城换了2年半才换出来的呀！继续探索枫丹，击败了几个地方传奇，期间单抽到了第74发。还没有出，我真的是等不及了。突然想起来，年级的成就还没有做，那就直接请水友进来做年级成就吧，也能获得不少原石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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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潮水啊，我已归来。已经垫了77发了，还没出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还差最后一点原石，怎么办呢？这时候突然有粉丝发信息给我，好啦，终于凑够这一抽了，第78发，终于出金了，不要给我挖呀！啊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先把万叶拉到40级啊，材料都在到期，现在还弄不到。我决定拿万叶试一下深渊第5层能不能满星。虽然都是些50多级的原模，但是我对万叶的实力非常有自信。烟飞这一队照常是逆绽放，不必多说，还是非常稳的。万叶这一队则是通过万叶的染色机制染雷打出超绽放，这就是前期居美反应的统治力。好了，第5层照样一遍过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万叶没有歪，为后面的抽卡降低了不少的压力，也能让我的开荒舒服不少，是个好的开头。那好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是来自明月的厨师香菱，下我雷呢？看来这次挑战真的要上强度了。一开始我的打算是给仆人组超载队，现在由于卡车里没有下卧雷，现在配对都成了问题。好吧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最终配对是什么样的，还是看抽卡情况吧。那好，4.6零氪挑战第4到6天启动。上号先清下体力，给行丘、烟飞升下级。好久没有做主线了，万叶的材料在到期，要赶紧把主线做到到期。剧情就全部跳过吧，看过无数遍了。不过欺负公子的片段还是要放出来的。芈月主线告一段落，接着做我们终将重逢，一路做到南十字武斗大会。好了，终于到期了，直接一路狂奔，找到摩尔见鬼，给万叶刷突破材料，找一点海灵芝，让万叶升下等级。现在的万叶一个长一就能秒杀一堆小怪了。好啊，开荒体验得到质的改善，现在把延神通全部找完吧。收集完延神通，然后就是做金氏9柱了。拿到了第1个5星圣衣物，只是看起来不怎么样。再把芈月最后的奖励副本打完。现在我这个配对主要由万叶染雷打种子，对群十分强悍。毕竟当年我打圣骸兽就是用的这种阵容。再做一下到期的踏背物语，3个雷丘就王。我的这种对雷附着的原模有非常高的伤害，能同时打出超载以及逆绽放，轻松拿下。我想着，反正下期卡池的4星我都用不上，不如在这个卡池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多抽几只行丘。那就来一发10年。出了本祭礼残章，也许可能给888会有用吧。再单抽几发，又出了个烟飞，哎呦，都4命了。这个时候，我看到4名烟飞给的护盾，脑子里萌生出了一个新的配对想法，就是能不能把烟飞放到仆人队里当个护盾位呢？既能凑双火，又能带讨龙。哎呀，还是等仆人抽出来再说吧。我是谁？海鸥别叫了。再一次探索沉玉谷，水友们又自告奋勇来带我探索这片不熟的区域。供奉苍宁里又领了几颗粉球，抽几发无事发生。本来还想试着打深渊第6层的，但是这里的怪物有点克制我啊，打着真的非常难受，还是等仆人抽出来再打深渊吧。接下来要干稻期地区了，稻期地区算是我最熟悉的一片地方，而且原石来的也非常快。开始做神鹰大符。然后继续做元女羽饰，把8晕倒的神童全部收集完，探索度也来到了80%多。当我开始做神鹰大佛最后一幕时，水友突然进来，应该是想帮忙的，但是1年级这个挑战就没了。那正好水友进来，再让他们帮忙。
运气好还能下武器吃。那好吧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上一次我抽出了仆人，探索了新地图，并将仆人拉到了60级，完成了到期主线，一口气将深渊满线到第10层。现在60级的仆人伤害已经这么爆炸了，冒险等级来到42。那好，4.6宁克挑战第9到11天启动。上号先收集点红彩蔷薇，把仆人拉到70级，然后做一下新的割草活动。好了，今天的主要目标是做主线，提升冒险等级，看能不能今天提升到45级刷圣遗物。用仆人开荒真的是从未有过的感觉，数值实在是太爆炸了。先完成风起鹤归，抽一发，又出了个尼尼特。现在尼尼特都已经5命了，说真的，这个卡池的4星我可能都用不到，所以就这样一直出同一个4星，反而对我来说是好事，因为4星角色满命之后，一出将会给5个星辉，相当于9折抽卡了。好了，继续做主线，来到层岩地下矿区。哎呦，反正剧情大家都知道了，那就全部一起跳过吧。我先后完成了这些任务，这个时候常驻也70多发，快出金了。我决定去枫丹干一下，用水之印换几颗篮球，第79发了。终于出金了，会是什么呢？七七，你不要过来呀！啊，出的不是琪琪，是克勤。你们是不是以为这个克勤可能没什么用？但正是因为出的是克勤，我脑子里萌生出一个新的想法。不过这个想法可能要到5月1号新生月更新那天才能证实。那我就先卖个关子吧。做了这么多任务，还没有到45级，而且今天是周日，那就先把需要的周本全部打一遍吧。现在冒险等级40级之后，可以进行快速挑战。先打特瓦尼，这个材料以后可能会给班尼特用。但是打特瓦尼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了一个 bug， 仆人居然不能回收特瓦尼身上的标记，不能回收标记，我就不能获得生命之气，也就没有火附魔。这要怎么打啊？这到底是 bug 还是什么呢？希望官方给个解释吧。没办法了，还是换上烟飞孽绽放吧。接下来就是仆人周本，我还没有了解过这个周本的机制呢，听他们说都挺难打的，我就不信了，一个周本能难到哪里去啊？孩子们，这并不好笑。看来打这个周本还是需要带个奶呀，不然这个生命之气伤害太高了，没办法了，还是带个芭芭拉吧。如果带奶的话，打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。我是谁？我是离月7星中的玉衡，叫我佳明就行。今天是踏背物语最后一天，这个挑战还是蛮有难度的。之前也有极限挑战，我甚至在这里栽过跟头，但是这次我有仆人，打起来真的不要太轻松了。好了，为了继续推进主线，先把层岩剧院的事业任务做一下，做完这个任务才能开启舰长。来到了地下矿区，又可以供奉流明石了。再抽几发常驻，无事发生。真的可以这么说，我自己进行了这么多次宁克挑战，这次开荒是最舒服的一次。基本上万叶锯下，仆人砍几刀就能清理一波群怪。塔夫感谢，塔夫感谢，塔夫感谢，塔夫感谢。先把流明石供奉到6级，又抽几发常驻，还是无事发生。完成世界任务之后，终于可以过主线了。剧情直接跳过，开一个锚点，终于45级了。现在的见闻和之前有点不一样，之前是完成前一章所有的内容就可以自动解锁下一章，但是现在的话要到达一定冒险等级才能解锁。45级先刷什么圣遗物呢？我决定先刷一下草本，我先自己刷一遍，1分多钟通关也还可以吧。刷草本主要是凑齐4草套，自己刷的效率还是低了一点。那么考虑再三，我决定还是去刷仆人的专属圣遗物本吧。好啊，废话不多说，刷20多个数值，让大家看看成果吧。这朵花是上次深渊开出来的，还刷出了2朵30多分的花，30多分的羽毛，21爆伤的攻击杀，还有一个攻击杯，但是暴击头没有刷出来，所以只能用4星的了。现在圣遗物大概是170多分，如果把暴击头换成5星的话，已经是180分小毕业了。总的来说运气还不错。万叶的话还剩风套，现在也就2个精通的部件，用了祭礼剑500多的精通，勉勉强强吧。然后再突破一下世界等级，现在的仆人真的可以说是砍瓜切菜了。伤害又一次发生了质变。推发常驻，出了个米卡，没什么用。再刷一下材料，把仆人和万叶升到80级。现在我想试试仆人的伤害达到什么地步了。吃点药，融一下12万。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矫天的数值啊，太离谱了。到了第2天，也就是5月1号，我考虑再三，决定不抽妮妮了。接下来全力抽取仆人的1命，而另一队的话，还是用克勤去打草种子吧。毕竟妮妮和仆人都是抢队友的，不是妮妮的强度不够，而是配对的话可能不会完整。先刷一下仆人的天赋，普攻拉到7级，暂且和大招可以先不点的，然后把克勤拉到70级。好了，准备挑战一下深渊。前面几层不必多说，砍瓜切菜。到了11层，难度就上来了。不过仆人还是太能打了，一直打到11-2都满星了。12-3这没办法，伤害确实不够，还是等把班尼特换出来吧。而且克勤的等级现在也不够，提升空间还非常的大。然后回到枫丹做一下美露星的任务，一路砍瓜切菜，大世界可以说没有任何难度了。
做完这个任务之后，今天也到此为止了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个号真的非常顺利，现在电完50多发了。如果接下来1命仆人没歪的话，挑战估计也到尾声了。那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抱歉各位，这几天尼克挑战系列都没有更新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我在全力备战深渊。这一次可能是我有史以来通关速度最快的一次尼克挑战了。好了，那么 4.6 尼克挑战第12到15天，我们一起见证吧。现在的目标就是全力干到1命仆人，那我就选择去原始来的最快的地区枫丹以及到期。对了，我还要把枫丹的水星十字结社系列任务全部做完，之前做完了美陆星的任务，然后就是做水星的安富豪游戏，最后就是最终章了。打败雷内之后，水星十字系列也完成了。任务全部做完之后，会获得一把水星十字圣剑。这把武器到时候打深渊是必须要带的，用来破除冰封族曲的冰盾。又刷了一下圣遗物，终于刷出一个好的头了。现在仆人的面板是这样的，还算不错吧，有个180多分。回到到期探索一下贺关，再顺便把雷神童全部找完。整音数升到40级了，抽几发。啊，出金了！仆人抽到了1命，挑战开始加速了。先回商城换一个班尼特。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尽快将冒险等级升到50，把我的主要角色全部升到90级。这几天里我做完了钟离的传说任务，过完了须弥的全部主线，终于到50级了，一口气把数值全部用完，把仆人、万叶、克勤全部拉到90级。好了，现在是深渊效果如何？1命的仆人真的提升太大了，在11层一刀融化居然打出了接近20万的伤害。好了，现在不是接近20万了，刚刚那一刀打了25万的伤害。而另一队就是克勤、万叶打超绽放，这个队伍对群的话其实还可以，11层也是很轻松的满星了。接下来就是12层了，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噩梦开始了。不行，深渊的生存压力太大了。我的种子队除了克勤，其他的角色都才1万的血出头，基本上就是一碰就死。哎，接下来要怎么办呢？这次通关的压力真的太大了。这还只是第一间，后面的冰封组曲生存压力会更大的。打深渊得到了一点原石，全部丢到武器池里试一下。32发出了仆人的专武，这下可能有机会了。由于当天是星期一，所以我中间休息了2天，等到星期3才刷的材料，一口气把仆人专武拉到90级。那么挑战即将结束了吗？于此升起。这一次深渊上半换做仆人，由于3剑鬼的伤害非常高，所以我带了烟飞。之前就说过了，烟飞的4命是有护盾的，虽然不厚，但至少能保下生存。仆人的伤害真的非常爆炸，1分钟不到就干死了3剑鬼。而下半你们即将会看到我为什么会抽这个万叶，控制好血量，将2个海乱鬼同时击杀。而第2波3个人形怪，这劲旅到底是什么鬼呀？摔上都已经打出来了，但是在落地的一瞬间，他又迅速立正开出了霸体。第3波2个将近100万血的地方传奇，就凭这个队伍真的能满星吗？那就给我看好了，牛顿之力是这样用的，利用感应反应的削刃以及万叶，连续打出几次高达几10万伤害的摔伤，至少有1半的伤害都是牛顿打的。第1间满星。这期挑战难就难在深渊3间都要换队打，第2间上半用种子队打了，毕竟种子队打雷使徒是真的打不了。这个冰封组曲是会开冰盾的，打水星十字剑的曹主任能发挥作用了，利用荒性攻击直接可以破除冰盾。但破除冰盾之后，这个 boss 超高的伤害以及超厚的血量，低配种子队打得非常难受，一切都要拿捏到极致。这可能是我尼克挑战打得最难受的单间，考验手法的时候到了，不断的开书吃球，让全队4个角色卡出最极限的开大时机，闪避无敌帧全部运用到极致。如此低配的队伍1分38秒打完上半。而下路我用的是仆人融化队，刀刀10几万秒杀70火放的讨债人。第2波召唤师还没动就将其击杀，第3波的雷使徒几刀就将其砍出护盾，然后就是最难的护盾了。满星的倒计时3秒2秒1秒，超时了吗？能不能满星？极限满星。好了，终于到最后一间了，中间再换了一次配对，12-3，前所未有的4波怪，对输出的压力真的有点大，而且怪物的血量不低，第4波的挖掘机将近100万的血，压力真的好大啊！等一下，
好像深渊 buff， 我又想出了一招妙计。从第3波开始，怪物的攻击又附带火属性，利用万一的染色机制，开大染出火，白嫖 30% 的减抗以及超载反应。第4波的挖掘机也能燃火，绝望中仍存有一线生机，并将其无限放大，不就是尼克挑战的意义吗？仅给下半留下50多秒，能赢吗？别忘了，我可是1+1的仆人，拥有何等的输出能力啊！针对竞敌者，不过只是手下败将而已。班尼特开出最后的大招，仆人回收标记，切芭芭拉吃讨龙，尼特减抗，1刀、2刀、3刀、4刀、5刀、6刀，这就是1+1的仆人，输出能力恐怖如斯，满星甚至还溢出了10多秒。就这样，12层全见满星。逆时15天，4.6宁克挑战圆满成果，又刷新了自己的记录啊！全都归功于仆人实在是太强了。稍微给大家看看练度吧。其实练度也不算特别高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此为止吧，我们有缘再见。